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要介绍一下一支尼龙滤它的另外一种用法。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先把我大概在1年之前所列印的这种东西呢，先拿出来做一下它特性的测试。因为呢，我知道说有人在使用 3D 列印会说，它到底它的特性呢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脆化呢，或是说会出现不耐用。那这是1年前所列印的东西，好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现测试的。那这是做那个摇漆器，就是说我是放在那个摇漆部分，然后让它这样上下摇的。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我现在就直接测试给大家看一下，它到底说，因为它这支尼龙滤的料它是韧性料，那现在经过那么久，它到底有没有脆化或什么的？我现在就直接用捏的，这个应该就清楚了。你看这些都是，所以呢，不要认为说你大概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不会韧，就是说，压下去会直接脆掉，不会。这个已经练1年多了。那再来是说，我这个都没有什么上什么保护漆哦，都没有，就直接练出来就是这样子哦。看这些都是啊。那这个你看到这样子对不对？它随着时间呢，它会恢复到它原来的状况，只是很慢啊，很慢。因为我现在是大力的给它压嘛，所以说，如果说各位有使用3D 列呢，我是真的觉得说材料的特性是真的一直有在进步啦。不要想说什么，我印一下，然后就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就会脆掉什么的，没有，特性一模一样。好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点。那这支尼龙滤的料呢，我后来发现有其他的用法。那其他的用法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说，现在开始网络上有一些那种什么，帮你已经切割好的遮盖胶带，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是我觉得应该是什么蚀刻技术的进步吧，开始越来越多种，这个叫遮喷板。那遮喷板呢，一片大概我记得好像一片都是100多块吧。现在应该是技术进步的关系，所以那个图形呢也就越来越复杂。后来我测试一下这个尼龙滤我发现说它可能适合拿来做这种东西。对，那这是我大概测试列印的结果。这是一开始测试的啦，就是说我不知道它到底能够印多薄那这是印那个，这是点4的。那像这个这是点3，这是点3的。因为一开始其实我是要印那个网子啦，我想说有些网子能不能用这种东西来印？因为其实像你如果看到就是10颗的话，它现在也有出一些网子嘛。那可是问题是你买来不一定合用啊。那如果我有列印档的话呢，我就可以自己去调整出，到底印看合不合用。但一般来讲我们买3D 列印机不会想要去印这么薄的东西啊。所以呢，这次呢，我才把它测试来看看。好接下来就是我做的一些测试。因为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说它到底，我为什么会去印这种厚度，就是说我不知道它到底能够印多薄。然后再来如果说你要做像这种遮喷板的话它到底印的厚度如何会怎样？那像这个这个是印1mm 的，厚度1mm。
那遮喷板呢，就是说你可以去做好图形之后，然后你去调整你在切片档中的 Z 轴，就是说它的厚度。那这是 1mm 的。那 1mm 的，就是说我觉得缺点就是不适合，就是说太厚了，1mm 太厚了。那你要把它铲下来也很麻烦。这是 1mm 的。然后这是那个点7的，.7mm 的。啊，我觉得我后来测一测，我觉得最适合的是这个厚度啦。这个厚度。那这个是那个迷彩用的遮喷板。哦，你看这边这样子，这么多个。那这也是一样，这是比较厚的。你看我印的这么厚，但是这么厚其实不是很适合啦，因为你要拿来做遮喷的话，不大适合。像我们是一般这种传统的这种10颗的遮喷板啊，它的缺点就是你看它好像会这样，可是你会觉得说你使用一次，你可能就会不用它，我觉得有点浪费啦。因为本身它是就是有点这样子嘛，所以你要弯折其实也比较麻烦。可是如果说像这种烈焰出来，我们厚度把它调整好之后，它其实你要去弯折它都很方便。然后再来就是我先前就最想做的啦，因为现在有那种遮盖胶带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遮盖胶带它其实是帮你画好里面这一块。那如果说要这种遮喷的话呢，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那这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斑马线。我们一些做，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小型的场景。那我现在就有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去把斑马线直接喷出来？这个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东西，那就是斑马线。好我最后呢测试出来的厚度呢，大概我觉得，如果说各位也要测试呢，应该我觉得厚度在.5到.6这两个厚度，我是说这个烈焰的这个厚度哈。.5到.6，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啦。好等一下呢，就是进行一下遮喷给各位看看。Hello， 大家好，那现在做一下简单的测试。那这个是我以前去割的那个亚克力，那是要用在地台上面的。那先前的影片应该就有看过了。那这次我先把它喷灰了。那我们大概就做一下斑马线的测试。好，那我们这个。好等一下它干的时候，我们再做最后的讲解。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做个小结。那这是刚才喷的了哈。那因为其实我没有把它压得很紧，它拆开来看看。大概就这样。所以呢，如果说想要喷人行道的斑马线的话，这样的难度应该是会下降很多的。这个斑马线呢，其实你去公路局去查它的那个资料都有，所以你比例要缩小成多小的，你都可以自己决定啦。好再来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它适合的厚度大概是在
我说列印的厚度啦，应该说看你要的厚度是什么。像如果是这种网子的话，我是把它弄到，我记得我是印0.3，0.3mm， 然后厚度0.3mm。那这种的话，则是更薄的0.2mm。那0.2mm有可能你在取的时候就还是容易裂掉了。可是它这个，你看这个网子这么细，然后又这么薄，这种都还 OK。但是如果说要做遮喷板的话呢，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印的太薄，它会容易变形。所以说像这个的话呢，我是没有，我没有去固化，我没有去用那个2固基固化，我是直接列印完之后呢，然后就直接放着了，好，然后让它自然的干。但是我觉得印这种平面的会有一个缺点哦，就是说，我觉得它清洗反而比那个我们一般列印那个正常的固体物还要更难的清洗。那你可能表面上你要用刷子。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觉得可能会不容易洗干净，那就很简单，因为本来就是要做遮喷嘛，所以你就直接喷漆就好了。你直接喷漆就好，那其实一样是可以让那个不用洗太干净的话也没有关系。好，接下来就是列印参数的部分。那列印参数的话，其实我一开始有测试过，就是说，底层的曝光时间直接让它跟正常层一样。可是呢，就是它会掉下来。掉下来，如果说你是用那个 ACF 离心膜的话呢，它其实不会粘在那个底座，你还是可以取下来。只是说那个厚度你就只能够印很薄的，会变得有点反正就是要在那个料槽里面捞就对了。所以说呢，你底层的曝光时间呢，还是要跟那个官方提供给你的差不多。如果说你把它调太底层曝光时间，如果说你给它调的太那个太少的话呢，它有可能你会在列印途中就是说会有一半会掉下来，那一半会粘住。所以说正常的底层曝光时间还是要设定。然后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因为那个什么。那个精度的话呢，我是直接把它调50mm就好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印的非常的那个非常的细。这种东西呢，一般来讲我们买 3D 列印机不会有人想要去印这么薄的东西啦，所以这是一个尝试。那你用其他质料应该是可以实现，只是说因为这支尼龙滤它本身它的非常强的韧性的关系，所以这种东西你可以重复使用。市面上的遮喷板真的是很多啦，只是说我每次想要买那种东西的时候，我都会犹豫，因为我不知道说到底合不合我用，而且一片的价格就是100多块。你如果用这种 3D 列印的方式的话呢，你可以非常非常的省下那些金钱，你就可以达到一个你想要的遮喷板。而且像这种东西你比例还可以自己调整，你大概要多什么类型的斑马线。就是说比例多大斑马线你都可以做，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好处啦。以上就是我的介绍。